干什么赔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人现在也成长了呀，起码胖胖这种屡战屡败、屡败还屡战的精神是可以肯定的。没准这次就是量变到质变一个大爆发，我们俩就干成了呢。他现在变化挺大的。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变化，除了变胖了。你又不跟他天天老待在一块儿，胖胖心挺细的，有些方面他比我都细。你要真想找合伙人，你好歹得找一个，要不然有财力，要不然有关系的，你怎么着也得图一头吧。像胖胖这样什么都没有的，你要跟他干，你早晚就得赔钱。不，你不能这么说。我们俩上大学那时候就说好了，毕业绑在一块儿干，让我们俩试试吧，你就瞧好吧。不是你为……哎呀，干嘛呢？我招你了，我怎么就不靠谱了啊？我怎么就那么不招你待见啊？行了啊！唐，你瞧中午要老师这钱的事，又请人喝酒了。我是让你喝一个啊，是哥们儿。啊，你不容易啊，胖胖，功不可没你啊！行了，你喝点茶去。立场，咱们就得缓一缓。头上见喝了，别喝了，喝点茶，喝点茶去啊。这胖胖也不容易，我又跟人喝了半夜。你说这活我能干吗？啊？你真要跟他一块干啊？我想试试。苏小棠看不上我，我看不上他呢。你小姐生的丫鬟命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月月，就她这样女的，千万不能嫁人。那就是嫁人了，那也是嫁祸于人。还有我那哥们儿陈远，你瞧他没出息那样。哎，上大学那阵儿，我们俩一寝室住了4年，那时候那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瞧这现在跟苏小棠在一块儿，让苏小棠给管的哟，我都打心眼里我可怜他，你知道吗？你倒希望有人管你，有人愿意管你吗？想我哥们儿那女的那都排着队呢。谁呀？我上大学那会儿吧，交过一女朋友。哎，那个儿比你个儿还高呢，那大双眼皮跟拿的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哪儿拿的呀？滚！上学那阵儿吧，他们家条件不好，2年学费呢都是我们家里出的。后来我们家生意散了，他走了。跟你分手了？他又找了一别的男的，给他交学费去了。那你心里是不是特别难受？我不难受，我难受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这泼出去的水，哥们儿连盆都不要了，并且我特别感谢他。从他身上，哥们儿明白了一道理：你说这爷们儿吧，他必须就得有钱。等哥们儿将来挣着大钱了，想找什么样的女的找不着啊？是不是？啊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你跟胖胖道个歉，别老这么说人家，多刺激。那你过去吧，我等你。我等你。哎，俩人在屋里都吃上了，咱甭管他了，走。干嘛呢？狗仔队啊！他俩老腻在一块儿，该不会盼望看上月月了吧？这么八卦呢？怎么你？我问过他，死不承认。不会吧？哎，要胖胖真看上月月了，那他就可以搬过去住，到时候我就可以搬过来跟你一块住。胖胖看上的多了，有几个成的呀？再说谁能看上他还那么胖，油嘴滑舌的，又懒又馋，还没钱。别把女孩都想得那么俗，不是所有女孩都看重钱的。你不也没钱吗？我不照样跟你在一块那么久啊？咱俩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，那能一样吗？现在社会上这帮女孩不靠谱。现在这些女孩怎么了？太复杂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啊！哎，快，来，给我好好说说，你都怎么了解这些女孩的啊？我相信在未来某一天。教授，又骗钱回来了啊！谁骗钱的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讨厌！就算我像颗流星划过夜空，至少对得起每一分钟。哎呀，好，小凡啊，你的歌唱的真是太好听了。在这个小院里，每天能听到你的歌声，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啊。谢谢。在你的歌里啊，我还听到了怀才不遇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机会的，啊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机会，成为一个成功的歌手呢？我唱的好听吗？好听啊，那就成功了。不是，小凡啊，我是这个意思。既然你唱歌这么好听，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能听到你的歌声呢？我又没拦着，他们听不到是他们的损失。我一直在唱。你对成功学的解释属于世俗人眼光的狭隘解释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？我说我看见了幸福。咱屋里这点茶全给你搁里了啊，能不能醒酒就这一杯了啊？我不喝茶，你烫我呀！我告诉你，春儿，你今天必须得跟哥们说实话。苏小棠瞧不起我知道，他瞧起谁呀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大心眼里你也看不上我祝贺啊？你要也看不上，你现在告诉我立马从这屋搬出去，我睡大街，我给你们俩添乱我。今儿这事儿吧，怨我就不应该这么搞，这么早把咱俩创业这事告诉他。你说咱哥俩现在连干什么都没想好呢，那人小唐能不担心吗？是不是？这事儿对他来讲太突然了。你别这样啊，这小心眼儿。咱俩在一块多少年了，啊？谁不知道谁呀？我瞧不起你，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你啊？哎呀，行，用这句话就行，用这句话，哥们就没白教你那么多年啊！是吧？你永远是好哥们儿。但我瞅前头啊，将来咱哥俩创业，咱干大买卖，能不能少让这苏小棠跟人瞎掺和呀？掺和什么呀？哎，人家想掺和都掺和不进来呀，咱俩连干什么都不知道呢。哎，明早上起来赶紧到报摊上各大报刊的报纸啊来一份儿，咱必须得想出一个干什么来，必须得定下来，不能再这么晃着。你以为我天天除了睡觉就是玩呢？我也一直琢磨这事儿呢。你说咱俩哈，大学毕业咱就开始干这销售，也没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呀。咱转方向，咱想一什么辙，既不用投入太多成本，又来钱来得快的一什么路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就这样啊，趁你没醒酒，咱俩直接奔北京站，买张去你们老家葫芦岛的车票，到那儿就圈地，咱搞房地产开发。你拉倒吧你！就咱哥俩兜里这点钱，那搁老家买个坟头都不够啊！买2斤虾爬这是还行了。所以你这没边的梦啊，少做以后啊。再说了，咱哥俩干这么多年销售了，这经验不能白积累啊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不管干什么，最后一个环节都避不开销售。咱往大了说，中国石油，那人家还有个加油站呢。外面那些私立医院，
私人学校，你就是航空公司卖机票，它不也得销售吗？都是营销范围之内的。但你说这个要想挣钱快啊，我也赞成。哎，胖子，啊，你说咱俩要是售楼去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原来有一小姐夫就干这个，人跟我说好多内幕。多问问人家呗，咱俩跟人学学。咱要干什么，咱就得往实了走，得真去学呀。咱学不了。卖房子真挣大钱卖的好那个，他都得是长得漂亮、有几分姿色的小姑娘，而且这里边啊，还有那个别的人卖的，不仅仅是房子。你想学也行啊，你买张机票，你奔那泰国，你去做一变性手术回来，你干这个靠谱。哎，副校长同意行啊，就打针麻药一刀。别扯那没有用的了啊！瞧瞧你，张嘴就是去泰国去整容去变性去，就你这样人小唐能瞧得起你啊？清除50乘以50等于2500，150乘以20月月等于3000。月月，啊，怎么了？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啊？明天再算吧。行，我小点声啊，马上。 80乘以20等于1600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在吃瓜子，我真是要崩溃了。咱们搬出去住吧，正式的请求，我根本没法睡，明天上班又要迟到了。你睡了吗？我也没有睡，陪你失眠。 这样下去，我会疯。 教授，看这也不是大老爷们干的活儿啊，这都女的干的。怎么了？我缝的不好吗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那个教授啊，我就想问你个事儿。你问。你结婚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教授，我没啥文化啊，我就是说话直。 就说啥说过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说吧。其实我就感觉吧，你好像对女的不太感兴趣，是吧？是你这取向啊，这爱好。滚！你看我都说你小孩懂什么呀你？我那洞房花烛的时候，你还在幼儿园小班上学呢。 你这太夸张啊！你这结过婚呐？那你还那你媳妇儿呢？哎呀，这说来就话长了。没事，我听，您讲。年轻的时候啊，在老家，这家里人啊，死活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等了有了孩子才知道。 痛苦啊！实在是没有共同语言，
没有感情基础。那时候我跟你一样年轻啊。我说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我们老家这个穷山沟里头。那对，我得闯出去啊。对，我就闯出来了。哎呀，教授，你这要不说你咋能成功呢？教授，你太有魄力了。这抛妻弃子，你说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吗？你可真有文化呀！我告诉你，小河南，我郑成功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我自从离开家那天起，他们的抚养费、孩子上幼儿园的入托费、孩子上学的教育费，我一分不少，我月月都给，一直到今天，我还在拿这个钱。那你看你费这事干啥？你就给接过来不就完了吗？跟咱没关系了，离了。哎呀，对，你不离了，你说你咋找下一个？是不是？漫漫人生路，还能错几步啊？哎，教授，你说我再错几步，我能成功？你呀，你这干嘛呢？哎呀妈，你干啥呀？你差点没给我怼针上，你咋不扎死你呢？你干嘛呢？这是？人教授这不给我上课呢吗？那有点落成山了，还有时间闲屁呢？你懂个屁呀你！人教授说了，你想成功就得先抛妻弃子。呀，你抛妻弃子你有这资格娶妻生子吗你？走，干活去，一块儿听听吧。教授先干活去了。教授回来了，走，教授啊！一块儿听听，对你们年轻人有好处。你看你这俩孩子闹，这衣服都缝到裤子上了。哎呀，这……哎，小唐，我可听说你结婚了啊？是不是花儿？啊？哎，看你也没什么变化呀。啊？结婚得有什么变化呀？这手上总得有点不灵不灵的东西吧？哎，晨晨，这事儿你就有所不知了，他那婚没结成。怎么说话呢你？我们小唐这就是他这婚期往后推了。对，推了，在你蜜月之前啊，正好买我们一份旅游险，特别好。我可跟你们说啊，前2天我一姐们儿跟老公出去也是度蜜月，哎，就在那沙滩上玩那沙滩摩托，嗡嗡嗡嗡撞，正好买了我们的保险，全赔付了。宝贝儿，干嘛呢？我在饭店呢。你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呀？我爸妈来了。你爸妈一块儿来了，要把你抓回去啊？看这架势也不像，他们拉着我在饭店吃饭呢。在哪个饭店呢？我得过去啊。你就别过来了，到时候他们又跟你说这个，跟你说那个，我不想他们说你。他们问你住哪儿，你怎么说呀？咱俩现在都搬到一块儿了，我要不去，好像我躲着他们似的，那他们不更不高兴了吗？没事儿，我自己能对付，别过来啊。你一个人跟这儿多受罪呀！你告诉我，我跟你一块儿扛着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能对付。赶紧说，在哪儿呢？爸妈，没错，我是骗了你们，这是我不对。我没跟陈远分开，我也不会跟他分开。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的选择。妈，既然来了，听孩子把话说完。
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呀？啊？你是不是觉得骗着我们，你心里开心呢？我们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这么报答我们，是不是？耍着我们玩儿。阿姨，您别生气了。叔叔，其实我现在坐在这儿，特别内疚，因为我跟小唐的事儿让你们操了这么多心。其实我心里特明白，你像小唐这个条件，在北京要想找一个比我好的，很容易。我不是没犹豫过，我也想了，也想过要放弃，但我们真是做不到。我跟小唐，我们俩7年多了在一块儿。在高一那会儿，我在我们班是个大个儿，所以坐最后一排。那会儿我每天，我就看着他那小后脑勺，我就特别期待下课，期待打铃，因为一下课我就能看见他，跟同学在楼道里疯啊，去水房啊、操场上什么的，我就愿意看见他，因为我一看他，他就嘿对我那么一笑，我就特别的高兴。其实我没那么爱上学。我都是为了每天上学能看见他，就愿意跟他在一块儿。我记得忽然有一天听师哥们说，这个有考大学的事儿，要填志愿，说有的要考到厦门啊，什么杭州，说到那儿上学。我当时我一下子我就特别害怕，因为我怕这高中一毕业，因为小唐学习好，我不行，我就怕这一毕业了，我没考上哪儿，我俩就再也见不着面了。我那会儿我就提醒自己，我说不行，我得赶紧努力了，我得把这成绩提上来。真的那几个月我哪儿都没干，什么事儿都没干，我就天天坐在家里一动不动，除了吃饭就坐在对着我那小桌子复习功课。那时候我妈都特好奇，说这孩子怎么了，怎么这么上进呢？真的，如果要是没有小唐，可能我连个3本都考不上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有的时候也挺幸运的，因为我们虽然没在一个学校，但是我们在一个城市里。当时我已经觉得特别幸福了。我记得刚入学那天，把我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往寝室里一放，我拿着地图我就找他去了。但是我突然觉得，原来不知道北京这么大。我是中间我倒了好多遍车，反正我是从8点多从学校出来，到他们那都下午2、3点了。看见他在学校门口等着我，领我去食堂吃了个饭，然后他可能也是担心想让我早点回学校吧，影响第2天上课，就赶紧让我走。然后他就陪着我坐公交车倒了几遍，又坐到我们学校。因为太远了嘛，他再折回去那有几个小时，可能天都黑了。我就说我陪你再坐回去呗，我就又陪他坐回他们学校。我记着他在那寝室门口跟我招手，让他一直我等着他走到寝室里，在那寝室窗户边上跟我招手，冲着我乐。哎呀，我觉得太好了。其实毕了业以后，我们在工作上也好，生活上也好，遇到了太多的麻烦。一直2个人就觉得不属于这个城市，这城市好像跟我没多大关系。但是我们只要一打电话，每次我们俩不管多烦，不管有多少压力，只要一打电话，就跟充了电一样，我就特别有动力。阿姨叔叔，我想跟你们承诺，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，为了自己，为了小唐，为了我们俩，
拼出一个未来。但是我太需要时间了，我需要时间，这绝对不是借口。我爸妈把我供到现在，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我这个时候我不可能再伸手问他们要钱，况且家里也没钱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爸跟我说，男人一定得靠自己。我恳请你们给我1年的时间，就1年。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。我一定会陪在你身旁，不让你受伤。别难过，我亲爱的姑娘，别让我的世界黯淡无光。我多想让你靠在我的肩膀，可是我不能这样。我多想吻去你脸上的泪水，替你抚平你所受的创伤，可是我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怎么不舒服了？那空调车那空调开得太大了，哎呦呵，正对着我这脑袋这吹，我现在这脑袋都要裂开了。你进屋躺会儿去啊！我不躺，躺着也睡不着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就是心里有火，你给我弄点清凉油，或者是弄点什么。哎呀，薄荷糖行吗？行，都行。怎么着呀你？呵，这一道上一句话都不说。李军啊，就这次去北京啊，我有一新发现。我觉得陈远这孩子呢，是很有上进心的。这个陈远家境不太好啊，还有这么几分这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意思。年轻人靠什么呀？但最后终归还是不能靠父母的，还得靠自己。当年我娶你的时候，不也是一无所有吗？你也没嫌弃我呀。哎，我记得我工资还比你少几块钱呢。可这么多年，通过我们的奋斗努力，我们也得到我们该享有的一切，对不对呀？年轻人一无所有不可怕。可怕的是什么呀？没有上进心，可怕的是不懂得务实。那咱们那个时候比咱们那是什么时候啊？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？现在这时候光有上进心能行吗？你现在年轻人有上进心的多了，你瞧瞧，每年大学毕业生那都有上进心，能行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就让女儿等1年是吗？我这一直琢磨这事儿呢。那过了这1年呢？人再跟你说，你再等我1年，你还等吗？年复1年，这1年对咱们女儿来讲意味着什么？你明白吗？你没动脑子想一想啊。一个女孩子，她有几个1年呀？就这么几年的好时候。她不像男孩子似的，到了30岁人照样结婚，到40了，
那事业有成那就更好了，那就变成钻石王老五了。女孩子能行吗？你点头，你还当领导的呢。我发现你这人到关键的时候一点原则你都没有。我跟你说吧，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有同感。问题的关键是，咱们拆不散人家呀。我跟你说，反正不能这么干等着，拆不散也得想办法。那天晚上，我忽然觉着我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，必须得赶紧行动起来。只有行动起来，才有可能成功。所以我不能再等了，要赶紧把创业的事定下来。什么玩意儿？锁呀？这可不是一般的锁，这叫高级智能锁。现在这5A 级写字楼、高档小区、商业住宅用的全是这玩意儿。你要给咱屋换这锁呀？咱屋这堆破烂脸不脸吧？没人这一把锁值钱的啊！呵，这东西挺新鲜的，你干嘛呀？搁哪儿弄的呀？这不这2天吗？哥们在屋就一直琢磨，你说咱们哥俩头一次创业，干点什么项目合适啊？哎，巧了，前2天在街上碰上我以前一哥们儿，我认识那孙子时候混那叫一惨，几年没见啊。哦，人家就做这个，人发了，现在是华北区总代理，正准备转向呢。我打算把这活儿给接了。人家这活儿干这么好，凭什么把这买卖交给你啊？要说人干大发了呢，人下一步准备去美国华尔街玩股票了。美国都置了好几栋大宅子了，准备享受生活去了。卖这锁啊？你没糊弄我啊？糊弄你这干嘛呀？卖锁卖到美国华尔街去了？那是啊。哎，元儿，我帮你算笔账啊。你说这一把锁市面卖3000多块钱，50%的利润。你说现在这楼越盖越高哈，咱不说你摩天大楼，就说20层的，1层楼住多少户人家，每户人家多少扇门，要是每扇门上都用这么一把锁，咱得挣多少钱啊？咱要真磕下一栋楼来，那可就不是10几万、几十万的事儿了。我说这真是个商机啊！但咱哥俩原来做的全是印刷领域的事儿啊，这就属于工程推销了。咱没有认识人呐，没客户，咱卖给谁呀？要说我这词特靠谱呢，客户都介绍给你了。你瞧瞧，人家说了，咱哥俩头一次干这活，没什么人脉资源，那将来就等着跟人屁股后边捡钱包吧。元儿，咱这生意，要么就不开张，只要一开张就给我吃3年的。咱腿跑前点，多磕几单来，将来那可就干大发了。哎，你琢磨什么呢？行不行？你吱个声，我哥们等我回话呢。就是他了，干吧！这是我们的梦，一样的梦。啦啦啦以后啊，再有人问咱俩是干什么的，咱就直接告诉他，北京锁王，听说过没有？
麻烦您问一下那个于主任在哪屋办公？找于主任啊？你们谁呀？我们是他一特好的朋友介绍来的，找他办点事儿。啊。于主任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住院了。住院了？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上班啊？这个嘛，这是领导的事儿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咱怎么不问他住哪个医院呀？你干嘛呀？咱拎点东西到医院看看，这不是个机会吗？他们得花钱嘛。哎，算了，等他出院再说吧。哎，正好还有点时间，咱赶紧接着找娘子去。啊。哎，那个我今儿在你们这儿吃呗，好吧？在我们这儿吃啊？我们这儿有地儿。这样。哎呀，每次吃饭的时候是最美好的时光，对吧？哎，孟总，您跟我们是一样的呀？怎么了？咱们这还有特殊餐呀？有啊，他那个减肥特殊餐。我跟你说啊，小时候我最烦吃窝头，根本咽不下去。现在的窝头好吃多了，比我们那会儿。哎，孟总啊，您以前是在那个亚运村的那个客服中心吧？那你消息够灵通的，这是背地调查我是不是？我还用调查您吗？我们这儿消息灵通的多了，我随便一听耳朵就听见了。我听说那边人特别多，是吧？对呀，那边比咱们这儿大，那边有300多人呢。300多人啊！那您怎么就调到我们这小地儿来了？这多私密的问题，哪能随便问呢？真是。哎，孟总，那您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才被调过来的呀？你才不会聊天呢！赵杰，你跟我混熟了是吧？没有，一般熟。犯什么错误？我是主动要求过来的。主动要求过来的？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我儿子今年正好上小学嘛，他那个学校就在咱们旁边，所以我每天早上先送他上学，然后再来上班，正合适。看来这家长为了孩子还是要牺牲挺多的啊！啊，那是肯定的，因为孩子嘛，在咱们心里面都是第一位的。这一点可能你们啊现在不做父母，将来你们当了爸爸妈妈，你们就会知道了。等于您其实是被降职了是吧？降什么职啊？都是咱们客服中心，哪儿都一样。不过有一点啊，那个奖金肯定是拿的比那边少。那个杨总你好，我们哥俩是那程少介绍过来的。啊，程少？哪个程少啊？这程实啊，我们哥俩发小，叫惯了，改不了口，你别介意啊。程实？对，那北斗8星公司那程实，就是他。我们两家从小邻居，后来他现在不去美国玩股票了吗？听说我们想玩这个，带我们一块干他。你们赶快给我滚，马上滚！怎么了，杨总？亏你们还好意思跑上门来！我买了他整整2栋楼的锁呀，业主天天来投诉，不是打不开就是关不上，他还好意思叫程实？他应该叫程史。你们回去告诉他啊，以后这种缺德事少干，拿什么破名片，滚蛋，赶快滚！程实这王八蛋，整个就一骗子嘛！啊，还告诉我你没问题，你去吧。那我一辞，还说什么跑美国华尔街买股票去了。呸！有这么坑哥们的吗？行了吧，别骂了你。那这人还找去吗？找嘛去啊？赶紧扔了。后边怎么办啊？那咱只能自个儿找了。那谁也不认识，找谁上哪儿找去啊？你说去哪儿啊？工地啊。咱俩从今天开始就扫街去，哪儿有工地咱去哪儿啊！以后咱就往高看，哪儿有塔吊，哪儿有盖楼的，咱直接就进去找头，没准能成。咱哥俩一身干净啊，人看俩时尚大小伙子，同情同情咱们，保不齐是个好事呢。塞翁失马。哎呀。
闪躲，不要被埋没，让全世界都能看到我。一个角落就能开出花朵，让年轻的心想做就做。不要沉默，不要被蹉跎，让欢乐和眼泪一路高歌。一点花火就能活力四射，在这一刻我大声说，大声说，我要我的命运由我掌握，由我选择，由我来决定怎么过。多少路寂寞走过，多少风潇洒吹过，都将是我珍藏在心中的快乐。我选择，由我来决定怎么过。多少路寂寞走过，多少风潇洒吹过，都将是我珍藏在心中的快乐。我要我的梦想任我执着，任我挥霍，任我来决定怎么做。我和你分享承诺，让生命